团圆饭。工作的调派让我来到一处郊区的新成立厂房，协助开办业务。公司很大方地为员工安排了住宿，分配给我的是一栋6层楼华夏中的其中一间3房1厅。房子虽有些年纪，但空间宽敞，比起市区狭窄的套房，住得舒适不少。唯一让人感到违和的是，房内竟然保留着前屋主的一些家具，像是一张沉重的老式大圆桌，那种过去大家庭逢年过节时会用来围桌吃饭的木桌，早已不再流行，但看得出来，它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，桌面光滑如镜，边缘还雕刻着花纹，仿佛承载着无数家庭聚会的回忆。刚开始入住时，我并未特别在意这张桌子，反正它不过是摆在客厅角落，作为暂时的装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些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，让我对它的存在无法再视若无睹。事情开始于某个深夜。那天我忙完工坐回到家，疲惫地躺在床上，几乎立刻进入梦乡。在梦里，我发现自己坐在客厅的大圆桌旁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，像是年夜饭般的景象。然而围坐在桌旁的人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，有老人、成年人和小孩，看似是一个3代同堂的家庭，但他们全都面无表情，目光空洞，甚至连动作都僵硬的像是被定格住了一样。请入座吧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。我抬头四处张望，却看不到声音的来源。那些围坐着的人虽然没有说话，但嘴唇却微微蠕动着，像是在低声呢喃。我不敢多停留，惊醒后发现自己满身冷汗，但当时只以为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直到这种梦境开始反复出现，而且越来越清晰，每一次梦中，我都能听见更多的呢喃声。快坐下，家人团圆了，都回来了，圆满了。那些声音混杂在一起，有的像是招呼，有的像是哭诉，还有的像是低沉的叨念，让人感到压抑和恐惧。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，每次梦醒后，我都会发现圆桌上似乎有些细微的变化，桌面上会多出几道模糊的水痕，或是椅子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些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，让我的精神越来越差。到了农历年前，我的脸色变得苍白，整个人疲惫不堪，甚至有几次在公司开会时直接恍神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灵魂。主管看我状况不对，批准了我提早放假，让我回老家休养。回到家后，家人们立刻察觉到我的异样，他们一再追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不知该如何解释，只是含糊地说最近工作压力大，睡眠不好。然而，母亲似乎并不相信，她坚持要带我去家附近的妈祖庙拜拜，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。妈祖庙里香火鼎盛，庙祝在我们上香时主动走了过来，仔细端详了我的脸色后，对母亲说：“这孩子最近是不是住在什么旧房子里？”母亲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是啊，他公司安排的宿舍，那房子挺老的。”庙祝沉吟片刻，低声说：“那房子里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的东西，像是老家具？”听到这里，我顿时毛骨悚然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有一张大圆桌，很老式的那种。”庙祝一拍大腿，语气严肃地说：“那就对了，那圆桌不是普通的东西，你最近的梦应该都和它有关吧？”我连忙点头，把梦境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庙祝听完后长叹一口气，这张圆桌恐怕是那房子前屋主的遗物，而且它承载的恐怕不只是回忆。他接着说道：“那栋房子曾经住着一个大家庭，3代同堂，但在台湾股市崩盘的那一年，这个家庭的财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债务缠身，最终一家人选择在那张圆桌上共进最后一餐，然后在房子里集体自尽。他们的后代为了还债，变卖了房子，却没能真正送走那些冤魂。庙祝建议我们第2天带着贡品回去，把圆桌移到户外焚烧，并诚心地向那些亡灵祈求宽恕，送他们最后一程。依照庙祝的指示，我们在圆桌旁放上饭菜和香烛，轻声念诵：诸位先人，愿你们早日解脱，放下执念，与家人团聚。当火焰吞噬那张圆桌时，
我似乎听到了隐约的低语声，那声音里带着一丝欣慰和解脱。自那以后，我的梦境恢复了平静，脸色也逐渐好转。尽管这段经历让我心有余悸，但也让我明白了年节团聚的真正意义。家人之间的爱与关怀，才是真正圆满的根本，而不是物质的追求或过往的执念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。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。